来 UT 再版的球与鬼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合体篇。先前我们在单体篇里边已经把每个角色都变成了合体的造型，那现在开始组合，双腿直接就可以顺着这里边插进去了。这旁边是有一个弹簧的锁定点的，把这弹簧锁扣插进去，还行，锁的还挺结实的，掉不下来。插进去以后，把这个龙头稍微往下压一压，变成它的膝盖甲造型。胳膊的组合位点，这上下也有两个带弹簧的凸。注意在上的时候啊，这里边有一个钥匙孔，顺着这里边的方向，先把钥匙孔插进去，再90度往下翻。另外一边同样插进钥匙孔，90度再翻下来。这就说起来，其实玩惯了如今这种很复杂变形的合体金刚，翻回来再玩一玩 UT 这一套。当年8、9年前的一个设计啊，变形简单流畅的一个过程，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而且最终完成合体的这个样子还是挺帅的。组合完成后的高度到头顶在37公分左右，所以这一套的身高也是为了搭配当年的主流38公分。此外，这一回再版身上的每一个单体成员颜色都和之前出版的有一些不同。在单体篇里边我们也说了，其实再版的这颜色会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些方案。来看上半身的效果，胸甲很坚固啊，作为一个配件的东西，直接扣合上去，让这一块扣的比较结实。头雕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的。另外，肩头这里双头龙的两个爪子放在这儿，其实还是挺带感的。脑袋球形关节360度旋转，肩关节齿轮8个档位，支撑的稳定性也还可以。而且这把合体后的大枪也挺重的啊，肩关节还撑得住。平举胳膊的话，得把这个脑袋挪开，差不多70、80度。手肘这里上下其实都是可以旋转的，并且这个肘关节也是齿轮的。大手手腕可以旋转，全指可动，而且这个大手是没有偷胶的。腰部左右旋转，用到的是双头龙单体人形的腰部。前踢齿轮关节能踢到这么高，后踢能踢平，侧踢的话也能差不多90度，但是腿太重了，靠这个齿轮关节目前看没问题啊，时间长了我估计受不了。毕竟这些地方的关节都是磨点的齿轮。另外啊，就是因为变形的需要，所以这个胯部有一个往后折的关节，是双头龙单体人形的那个胯的轴。但是吧，这个轴还没有齿轮，所以呢，你的腿会不由自主地撇开8字，但是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，毕竟这个是设计底层逻辑的问题啊，在单体的时候需要用到这关节。膝盖这里挺硬的一个齿轮，脚踝左右有大范围的整脚接地，而且前脚尖这里可以单独的活动一下关节。但是，就说起来啊，中间的这根杆子是一个尼龙的零件，韧性会非常好，但是站起来吧，它会晃的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导致这个球与鬼正常摆放站立的话问题不大，但是稍微的给它施点力吧，会觉得晃晃悠悠的。这也就说起来，之前我在网上看一位网友的评论啊，塑料这种材质3项指标：硬度、韧性、耐久度，你只能得其2，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可能这也是玩家和厂商之间一直在纠结的一个点吧。早期的出版球与鬼也有一些玩家反馈，脚踝这个地方确实有断裂的现象。现在的再版更换了如今这种偏韧性的尼龙材质，你玩起来起码它不会断掉了，但是换来的是站立起来晃悠啊，这个也是很难抉择的一个点吧。另外，我记得早年间出版胯部这里，因为齿数比较少啊，它 A 字1齿掰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幅度，当时出版的时候站不住，你只能竖着2条腿笔直的站在那里，稍微掰一点这个就劈叉了。而现在呢，也是我把这1齿掰过来了，目前看起来站立的稳固度还行，所以个人建议啊，如果是静态摆放的话，还是双腿并起来靠着墙会比较稳当。但也翻回来说，毕竟是一套将近10年前的设计啊，那个年代的技术水平还不像如今的这么高，在一些力学和结构学上边也不像如今的经验积累的这么丰富。好在呢，合体后的美型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变形过程也非常的简单，最关键的是
这一套的价格还不贵，甚至它都没有当时出版刚发售时候的价格高，再加上通胀的换算率的话，所以这一套目前来说啊，尤其求雨鬼这个角色还是比较稀缺的。UT 再版的这一套算是能弥补一下这个真空期，想要凑全角色的朋友们，倒是这一套便便宜宜的放在那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得嘞，UT 再版求雨鬼的这一套就是这样了。